好，又跟您见面了。原视频录制于2022年4月12日。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它的 4K 高清视频多语言重制版，为这棵名古屋火棘盆景移栽的内容有大幅变化。每次移栽操作前，先分析盆栽所处的状态与阶段，然后决定操作步骤。眼前这棵火棘在春季已经发展第一轮叶子，并孕育了花芽。一方面说明它还相对健康，一方面为了应对移栽的根部修剪，为了根部与枝叶的上下平衡关系，决定如下操作步骤。操作流程是：首先剪掉去年的全部老叶，然后剪掉今年生长的第一轮新叶，同时留下新芽、第二轮小叶，以及保护所有的花蕾。接着修剪并涂抹愈合剂。盆土已经粉化，已经达到必须移栽的程度，避免树根腐烂、树势衰弱。花果树木在觉得临死前会有多孕育花果的危机感，很多新手见到这样的情况，不知道移栽，下一年就不开花，甚至死了。新种植的盆栽根系首先向下，然后向盆壁四周生长。这棵微型火棘盆栽的根系已经又粗又长，互相缠绕，加上浇水不透水，盆土粉化黏腻，这是必须根部管理的信号。好像修剪树枝与树杈一样的规则修剪根系，修剪掉或有腐烂的树根，将根系修剪成饼状，然后浸泡于美能露药液中，当然也应该泡杀菌剂。不过博主盆栽较多，过几天会为它们集中杀菌。浸泡美能露后，看到叶子很精神，这是生长激素的作用。博主多年使用美能露生根促芽，效果很好。注意火棘在发芽的生长惯性中，美能露可以很好的支持它发芽开花。一般而言，最佳的移栽时机是发芽初期，芽体膨大展开叶子之前。博主由于2022年天气原因推迟了移栽，所以才用了本视频的移栽策略。上盆前使用住友生产的农林水产省6071号生根粉，为了跟土结合，微型盆栽上盆前先向根部提供土壤。今天使用的土壤颗粒配合了树木的尺寸，土壤依旧是赤玉土、同生砂、亚马逊河沙，盆栽专用波底炭101颗粒，切碎的树皮。博主针对本地春季雨季时间长，增加土壤中的沙的成分，这样可以最大化盆土的透水、透气性，不必担心雨季带来花盆积水导致根部腐烂。而到了夏季气候炎热，需要频繁浇水的时候，也不会因盆面的积水受到太阳暴晒产生蒸煮根部的恶果。一般而言，花盆积水48小时后根部开始恶化，72小时后根部开始腐烂，所以在雨季以及日常浇水时应仔细观察或沥水应对。增加的101颗粒主要是生长激素，有利于根部健康，据说有一点点抗菌作用。将盆栽移入更小的花盆中，最重要的是找到关键且有趣的观赏面，把你认为最能呈现主干、树枝、形态特点的一面作为主观赏面。经过博主反复观察，就这么决定了，然后将花盆与树木用铜丝固定。博主找来一根烧烤用的木签作为塞土棒，继续加土，轻轻塞土，将土壤塞满盆底。上盆完毕后，修剪盆面翘起来的扶根。为了观赏面美观，去掉遮挡观赏面的树枝。剪掉会发展成遮挡主干的不定芽，要它也没有用，对吧？
尽量保持干净整洁，清清爽爽的样子才可爱嘛。接着为切口涂抹愈合剂。洗一洗土壤中的灰尘，这样就做好了，很简单吧？你也可以。喜欢视频请订阅并给它点个赞，谢谢您的支持。